旁人觉得我清高，其实我只是胆怯，我非常胆怯，也非常知趣，只需要察觉到一丝端倪，我就会主动退一步，再顺势退99步。我不仅退缩，还自以为是。直到事情过去了10年，我才打破想当然的惯性思维，真正搞清楚那扇我没有推开的门里到底发生什么。那一天，王成独自一人去了林思思家，林思思热情招待了他，邀请他到楼上书房看小说。可是刚一进门，就被林思思藏在身上的电棍电晕了。迎接他的便是惨无人道的虐杀。原来我和王成期待了1个月的约会，竟是魔鬼的邀请。林思思约我们来他家，本就计划着要杀了我们。王成提前1天先来了，他便先下手了。林思思对小男生的纯情告白不感兴趣，他电晕了王成，又捅了他20多刀。行凶过后，林思思看着王成抽搐了一会儿往门口爬，他没有阻拦，因为这是他写恐怖悬疑小说的灵感来源，也是他难得的素材来源。但是本能的求生意志是回光返照，被捅20多刀必死无疑。王成拖拽着伤痕累累的身躯往门口爬去，唯一的念头就是离开这个可怕的房间。门是虚掩的，露出一道门缝，他终于爬到门口，伸手要把门拨开，却透过门缝看见他的好友上楼梯。那一刻他忽然清醒了，他想喊住我，叫我不要过来，又唯恐惊动了林思思。我的朋友王成，他很了解我，他知道我是胆小又知趣的人，我是刮奖刮到言字偏旁就不会继续刮的人，我是站在那扇虚掩的门后，察觉到一丝端倪就会转身就走的人。王成在生命的最后拼尽全身力气，装出叫人误会的暧昧嗓音：林思思宝贝，你真的好漂亮，语气中充满暧昧，这是喊给我听的。满身伤痕的他也只能够支撑他说出这句话。他伏在地上，用尽最后的力气亲手关上了那扇门。我和王成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们之间有过欢笑，有过妒忌，有过信任，有过猜疑，最后那一天我们还各怀心思，互相算计。可是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王成还是保护了我，他亲口毁掉自己的人格，对着那个恶魔说出违背自己意愿的话，他关上那扇虚掩的门，亲手终止了自己的求生之路。而我对此毫不知情，我用1个月的时间诋毁他，用5年的时间怨恨他，又用了5年的时间想尽办法摆脱他。直到事情过去了10年，我才真正打开那扇门，真正意识到我的朋友王成虽然开朗外向，但也不是那种浪荡的男孩。我明明没有亲眼所见，却理所当然的盖棺定论，我竟从来没有存疑过。王成很了解我，我却不相信他，所以现在他惩罚我，叫我知道真相。从此我余生都无法安宁，我将永远无法摆脱他，永远无法摆脱痛苦悔恨的心，永远面对这样一个卑劣又愚蠢的自己，这是最恒久的痛苦与折磨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但是为赎罪而存在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我写下这封长信，怀着一颗惶恐的心，向你们讲述我的亲身经历，只为了现在问一句：你们愿意陪我一起承受恒久的痛苦吗？我无法用激烈的方式复仇宣泄，我没有杀人放火的胆量，也不忍心让您的才华从此埋没，我只能尽我所能，为我们3人的余生做好安排。林思思小姐，对于作家来说，失去灵感是很痛苦的事吗？痛苦到不得不选择封笔来逃避，但是作为您忠实的读者，我是万万不能接受您封笔的，请您务必继续写下去。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您写不出精彩的作品了，我会将心理治疗的录音曝光给媒体。要知道，王成一案确实没有警方介入，但是还有几桩案子的受害者被发现了，警方立了案，至今悬而未决。我一直很喜欢您的小说，请您无论如何都要绞尽脑汁去写作。我会像之前那样继续观察您的生活，希望您每天都能好好工作。另外，您的老公沈宇轩很爱您，爱到作为您的心理医生，聆听了那么多丧心病狂的罪行，却不仅没有告发您，还娶了您，这点让我无法理解。但不论如何，他都是我的朋友，这些年与他做朋友，我很开心。我不希望我们的友谊就此结束，我想和他做永远的朋友，如此我才能在痛苦之余聊以慰藉。虽然我现在摊了牌，但并不影响沈宇轩继续做好一个合格的朋友该做的事。如果这点要求无法满足，如果他不能继续为我提供情绪价值，我同样会将一切公之于众。从今天起，我每天都会设定好次日定时发送的邮件，每天手动调整，延后1天。如果某天我不幸身亡，无论是意外还是人为，这些信息都会于次日自动发送给媒体。我会每天记得修改邮件发送日期，每天提醒自己那件让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。我将如西西弗斯一般将那块巨石周而复始地推上去。以上
如果您同意，请您一会将这封信夹在您亲笔签名的小说中还给我。祝您安好，您忠实的读者。2008年12月14日，第一次来朋友家做客，我很紧张，好在朋友和他老婆都很热情。老婆，这就是昆之助，经常和我一起看展的朋友。沈宇轩语气有些僵硬，但仍然面带微笑。常听宇轩说起你。林思思打了招呼，送了我见面礼，是他亲笔签名的小说里头夹着信封。这部作品我看过，很喜欢。我们就此打开了话匣子，聊起了文学。这场景似曾相识，但毕竟过了10年，心境大有不同。很快到了晚餐时间，我们享用美食，喝着啤酒，谈笑风生间，我醉意上冲，思绪就飘飘悠悠回到1个月前。1个月前，我回到家乡小镇，独自一人去爬山。爬上山顶，风声肆虐的山顶上，我站在最高处，朝着连绵的山河谷大声喊：王成，对不起，只希望这句迟来的道歉能传到18岁那年被七零八落的遗弃在这漫山遍野的你。